御虫之法是借助外物，练得再好，终究是落了下乘。你的剑法精湛无比，但始终是由14招基础剑式组成，尽管神妙，却也落后于时代。书接上回，大雷音寺如来亲率须弥山虚影降临战场，佛光普照，与山下数百天魔教众凛然对峙。左护法使一声秃驴，引得众魔教高手齐声应和，连新入教的云缺和尚也只得摸着光头跟着喊。山上菩萨罗汉则冷然回斥，魔道孽障。秦牧看着这阵势，心里直嘀咕，两家关系看来不是一般的僵。右护法使薛碧娥叉腰仰天，扬言能骂上3天3夜不重样。一尊菩萨反唇相讥，却被如来平静制止。老如来言道：与天魔教骂战100年，争斗100年，皆属寻常。此刻不必纠缠，当务之急是制止眼前的厮杀。须弥山虚影飘向延康国师与穷夫子等人激战之处，国师似有感应，剑势骤急，抢先一剑斩了重伤的大雄寺智空禅师。此时，老如来声音悠悠传来：国师，诸位道友，可否行个方便？延康国师剑气一收，飘然退开，微笑道：如来讲。老如来请双方驻守，穷夫子等人虽有不甘，却也暂且停战。田真君咳血质问如来是否要联手除魔，李散人更讥讽大雷音寺莫非也成了朝廷走狗。如来皆摇头，道出真意，他是来化解干戈，了结这段因果的。他愿让众人皈依佛门，从此不问世事，以此换得纷争平息。延康国师沉默片刻，提及当年游学大雷音寺曾受如来指点，算是半个弟子，理应还这个人情。但他担忧此为纵虎归山，疑惑将来。如来则保证，这些人入佛门后便与尘缘了断。就在此时，魏国公等100余名浑身浴血的延康将领飞落国师身后，战意高昂，见如来插手便要发作。国师抬手制止，低声言明不以两败俱伤，接受调停实为好事。魏国公急劝，认为这是如来趁机打秋风，壮大自家势力。国师却道：他信如来，并坦言自己已受伤。此言一出，须弥山上众僧神色微动。如来再问穷夫子等人意愿，穷夫子、田真君、李散人、道全真人等相视之下，默默点头。他们心知，若不答应，如来便会离去，自己必死无疑。而如来此次倾巢而出，势在必得，只要应允，延康国师也不敢再追究。然而，延康国师忽然抬手指向那青铜面具男子，语气不容置疑：如来，他须得留下。气氛瞬间凝固。青铜面具男子心中一凛，如来亦微微皱眉。国师再道：他必须留下。声音清淡，却斩钉截铁。如来叹息一声，道：这位善男子，你与我佛门无缘。随即请穷夫子等人登山。穷夫子等面露愧色，向青铜面具男子道一声对不住，便飞身落向须弥山。青铜面具男子哈哈大笑，问国师如何处置自己。国师面无表情：我将擒下你，将你押赴京城，进京面圣。押我进京见皇帝。男子语气古怪，低笑一声：那就看看国师你的剑够不够快了。话音未落，他猛然抬手，重重拍在自己脸上面具。青铜面具连同其下的脸庞，瞬间被拍得粉碎。国师，林家的江山，早晚会败坏在你的手中。他头颅裂开，气绝身亡，身躯却傲然挺立，不曾倒下。魏国公等人惊叫上前，延康国师却一动不动，毫无阻拦之意。远处山巅，秦牧目睹此景，眼角一跳，顿时明白，国师那句话正是逼他自尽。此人必是皇室高层，地位显赫，若真被生擒押解进京，皇帝将颜面尽失，君臣离心，朝野猜疑。他必须死，且必须毁去容貌，才能保全林家颜面与朝局稳定。而国师不阻拦，亦是不愿真的消皇帝脸面，
这表明他并无谋反之心，所求只是施展抱负，成就圣人之位。如来见此间事了，向国师何时告辞？须弥山虚影飘然西去。山上，离散人感叹如来救命之恩，如来却摇头，言道国师已对雷音寺不满，并提及要赶回寺中，或许还能堵住他那趁机回去盗取手臂的孽种。须弥山经过秦牧等人所在山头时，下面又是一声贼突传来，山上众僧一回已磨到孽障，老如来却停下虚影，目光垂下，突然核实道：师兄。山头众天魔教堂主心中一紧，见堂主向秦牧示意勿应，秦牧却坦然摆手，依样还礼。师兄。老如来面露亚色，点头离去。右护法使薛碧娥立即埋怨秦牧，认为此举暴露了圣教主身份，必生事端。秦牧却笑道：身为教主，对方平辈见礼不能不还，且身份不可能永远隐瞒，更不能让圣教丢了脸面。众人都道我们情愿不要这脸，忠心可见。须弥山上，一尊菩萨向如来谏言：国师既自称受伤，何不趁机？如来慈眉善目的反问：真假可知？菩萨语塞。如来微笑点破：信延康国师受伤的人，大多已经输了，甚至死了。穷夫子等人面色惨淡，道全真人更是自责。当初正是他从秦牧留下的药渣推断国师重伤，加上穷夫子等三大老怪偷袭成功的先例，以及国师之后讲课时短，身上有药味掩饰，放走玉龙门龙王，与真散人决战伤势爆发等一系列迹象，让他们深信不疑，才赶走这第二条路。殊不知，这一切从开始就是国师的谋略。所谓两条路，自始至终只有一条死路。500年一遇的天纵奇才，不仅仅是智慧资质，谋略亦是。老如来淡然道：信他，鬼。众人闻言，皆觉深意无穷。盖门齐大有感叹国师与天魔教联手，已是魔头。如来却道：新教主就是刚才还礼的年轻人，并提及自己与他本有一段缘法，可惜中断，转嫁他处，未能将其渡入佛门，甚是可惜。另一边，魏国公看着青铜面具男子的无头尸身入殓，仍对国师放走穷夫子等人耿耿于怀，认为这是养虎为患。国师则说，那些人寿元将尽，不足为虑，如来此时来打秋风，时机正好，自己受伤无力阻挡。魏公国一脸狐疑：真的假的？国师肃然反问：真的。魏国公悻悻道：信你才有鬼，你说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国师哭笑不得，说自己有时很诚实，魏国公却说就是如此，所以骗人才深。魏国公压低声音，指出林家有问题的不仅此人，老太后亦然，并直言国师功高震主，赏无可赏，不如再进一步。延康国师瞥他一眼，目露杀机，吓得魏国公连忙改口，说这是底下一些老兄弟的想法，他们想升官，自然希望国师更上一层楼。太后忌惮的，或许正是国师身边这些躁动的人心。国师只道我自求我道，结束谈话，去找秦牧疗伤。山脚下，秦牧一行人遇到了等候的延康国师，国师开口便道：我受伤了。旁边的龙麒麟吭哧吭哧笑了起来，被国师一瞥，立刻闭嘴。国师面色苍白，又对秦牧重复。秦牧狐疑：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当真，真的。国师额头青筋微跳，秦牧只好应下。众人回到雾隐城，秦牧为延康国师诊治，发现他伤势极重，多达100处，多为内伤与神残创伤，甚至魂魄亦有损，体内还残留蛊毒，信赖其修为深厚，强行压制。医治过程极为复杂，秦牧需以银针为桥，将药力渡入其各大神藏。疗伤间隙，国师突然问秦牧：若皇帝赏赐美女财帛，该不该要？秦牧反问皇帝还能赏他什么？国师默然片刻道：没有了。秦牧便说：那你就要。又问起国师家眷，得知其孑然一身，便劝导国师该成家了。半月后，国师气色好转许多，一路医治经过15城，仍未凑齐所有灵药，但伤势已好了7、8把。秦牧用药之巧，常能以普通药材替代真品，唯少数伤势仍需罕见灵药。及至京城，却见满街白帆白灯笼，一片肃穆。一问方知，是镇北王林颖封薨了，举国哀悼。这位镇北王乃先帝之弟，排行第8，战功赫赫，曾多次救先帝性命，在炎封帝登基时亦鼎力支持，于林家江山有定鼎之功。他的病逝与那具无头尸身运回京城的时机悄然重合。
朝堂之上，暗流并未因一场评判的胜利而平息，反而在无声的哀乐中涌向更深不可测的远方。